80年代，全村老少爷们几十年了，连电视啥样都没见过。天一黑，大伙也只能点着煤油灯吃着饭唠闲话。可偏偏这个男人却仅凭一辆摩托车，就把自己家整个灯火通明。大白天吊扇在头顶呼啦啦转，夜里头彩电播着连续剧，这日子过得别提有多爽了。这一天，好兄弟来家里送吃的，男人把兄弟带到堂屋，眼前的情景直接把兄弟看傻了眼。飞平，你买了电风扇和电视？不对啊，村子不是还没通电吗？好兄弟家咋会有电的？飞平，你家的电哪来的啊？从摩托车接的。啊，摩托车还能接电？摩托车都行，不过别的摩托车带不动大电器，我这摩托车是特别改装的就能带。原来男人重生在80年代，开局就收留了一对姐妹花不说，还被绑定了一个狗系统，每完成一个任务，账户上就会多一笔巨款，这也让男人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为了提升生活的质量，男人花大手笔又买车又买家电，利用前世学到的知识，用摩托车给家里通上了电。有电可真方便啊！这电风扇一吹，浑身都凉快了，还能看电视。柱子，晚点我给你拉条电线过去，待会你从我这里拿2台电风扇和几盏灯泡回去。飞平，这怎么好意思呢？我给你算风扇的钱和电费吧。没事，都是小钱。陈飞平说干就干，由于两家隔着也就30来米，中间没有其他人家，只有一块菜地是陈飞平家的，所以陈飞平很快就给柱子接了电。看着亮了的电灯和转起来的风扇，柱子乐呵呵的高兴坏了。柱子，只要我在家就肯定有电，如果断电了，那就是我开车出去了。从柱子家出来，经过家里菜地时，陈飞平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菜地，陈飞平突然想到了什么。第二天，柱子火急火燎的又跑到了陈飞平家。柱子，你咋来了？飞平，我找你有点事。什么事啊？飞平，那个我想拿点钱。哦，多少？1000。1000？你突然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柱子省吃俭用，平日很少花钱，一下子向自己要1000，这事儿肯定有蹊跷。我想多放点钱在家里，不用整天问你给。柱子，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大哥大嫂过来向你要钱？那2个娃艺肯定是看到自己最近发财，以为柱子也有钱，所以找借口想从他那薅羊毛。这种事以前他们可没少干，就是彻头彻尾的吸血鬼。是，不过他们向我借钱是有正经用处的。我大哥大嫂想盖房。正经个屁！以前分家的时候，王铁锤和蒋玉兰是怎么对你的？还有，分家后他们向你借过几次钱了？还过1次没有？你老娘不在的时候，这2货连棺材钱都不愿掏，还是我和你拼拼凑凑才埋下的。你把他们当大哥大嫂，他们有把你当兄弟吗？走，柱子，我和你去找他们。不多会，陈飞平就来到柱子家。王铁锤和蒋玉兰见到他气势汹汹的样子，都不由得脸色一变。两口子没想到陈飞平会和柱子一起回来，只因陈飞平身体的原主人是村里出了名的混子，打架很不要命，在落雁湾谁都忌惮他几分。陈飞平，你想干嘛？我想干嘛？我就想知道你们2口子还怎么有脸来柱子家的？陈飞平，你嘴上放干净点。我有说错吗？蒋玉兰，你和王铁锤是什么东西？难道自己不知道？分家的时候，王家那么多的田地，你们分了多少？就留这间小破房给柱子，你们是人吗？有这么对待自己弟弟的吗？那是我娘决定这么分的，我有什么办法？不是你怂恿你娘的话，她会这么分？你当我傻呢？还有，你娘死的时候，你们棺材钱都不出，分家占了那么大的便宜也就算了，后来还隔三差五跑过来要野味借钱。柱子，他们借你的钱有没有还过1次？看到了没有？1次都没还过。柱子不叫你们还钱就算了，还敢厚着脸皮过来吸血，张嘴就是1000，你们能要点脸不？借钱给我的人是柱子，这是我们兄弟的事，关你一个外人屁事。现在知道柱子是你兄弟了，这么多年来你们有把他当兄弟吗？柱子，我给你做个选择，我和王铁锤，你只能选择一个当兄弟。如果你选了我，就和王铁锤恩断义绝；选了王铁锤的话，那就和我恩断义绝。每次进山打猎都要带上他的发小，不但挣钱一起分，就连好吃好喝的也从来不忘给兄弟留一口。可今天发小来找他借钱，男人却突然变了个人似的，不光拍桌子瞪眼，还硬逼着发小跟自家人断了关系。大哥大嫂，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们了。陈飞平，你敢离间我们兄弟？痛失肥羊的王铁锤气急败坏，一拳就往陈飞平抡了过来。可随着一阵惨叫，王铁锤夫妇就被陈飞平丢到了门外。飞平，算了吧，让王铁锤走，他以后再过来的话，我不让他进门。赶紧滚！看在柱子的面子上，这次暂且放过你们。不过王铁锤，柱子和你已经恩断义绝，再也不是你兄弟了。以后再敢来骚扰他的话，老子打不死你！王铁锤和蒋玉兰2人吓得再也不敢还嘴，飞也似的溜走了。飞平，谢谢你。我害你亲大哥没了，你还谢我啊？王铁锤不是我的兄弟，他把我当成傻子，老想占我便宜。你才是我的兄弟，只有你为我好，这样的兄弟不要也罢。没事，柱子，就算没有了王铁锤，你也不会自己一个人，还有我呢。而且我一定会给你找个好媳妇，我保证。陈飞平回到家后，便开始盘算着给柱子找媳妇这件事。又来任务了，
咱这黑山里头有头特别凶残的熊怪，常年窝在深山谷里。这畜生光吃山林里的野兽和牲口还不够，竟然开始吃路上过往的商旅了。那些商队可被他害惨了。洛城商会的梁会长急得天天睡不着觉。要是宿主你能找到他的老窝，除掉这个祸害，让商道重新畅通，不但能拿到万贯赏钱，还能和商会搞好关系，得到四海拍卖行的牙牌。有了这牌子，就能参加顶级富豪的拍卖会，做生意一路畅通。这次奖励不小啊，万贯钱币就是1万块。不过这个四海拍卖令，不知道这个玩意有什么用。管他那么多呢，冲着1万大洋，也得先把系统任务做了再说。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陈飞平就来到柱子家。走，柱子，进山去。好嘞，飞平，山神又给你托梦了吗？没托，但是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采老山参的时候，在路上一个山头见到了黑瞎子的脚印？没意外的话，那个地方肯定是熊瞎子的活动范围。飞平，你的意思是我们去盘那只熊瞎子？对，咱就盘熊瞎子。行，我这就去拿家伙。就这样，两个人进山走了3个多小时，来到了上次发现熊瞎子脚印的地方。第一天搜寻毫无收获，第二天再次进山，来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又再次见到了一行巨大的脚印。没错，是熊瞎子的脚印。俩人沿着足印一路追踪下去，20分钟后来到一个斜坡，终于发现了这只熊瞎子。斜坡一角有个挖出来的大土洞，这就是熊瞎子老巢了。显然他应该刚刚吃饱，肚子胀鼓鼓的，躺在土洞里悠然睡着午觉。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找这熊瞎子比上次找梅花鹿可容易多了。熊大，熊大，你还睡大头觉呢，马上就要被我收走了还睡。两人蹑手蹑脚地朝着洞穴走过去，熊瞎子睡得很安稳，浑然没察觉到危险来临。清脆的响声在脚下响起，因为柱子体重太大，不小心把一颗有裂痕的脆弱石子踩碎了。虽然声音不算大，可还是惊醒了睡梦中的熊瞎子。黑熊猛然站起来，竟然比1.8米的陈飞平都高。这是一只成年雄性黑熊，然而从未见识过人类的厉害，非但没有害怕，还凶性大发，咆哮着朝着两人扑来。就算你黑熊再厉害，真理也是掌握在两脚兽的手里的。两记枪声几乎同时响起，狗熊身上溅出无数血花，很快黑熊就被打倒在地。嘿，搞定了，有惊无险，轻松容易。宿主，你已经干掉那头熊了，只要你带着它去商会那儿报个好消息，就能领到丰厚奖励。还有，这个熊的胆囊里面聚集了日月精华，吃了它能炼成金刚不坏之身。哇，我只知道熊胆在后世是众所周知的好东西，然而系统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功效。它能强化肉身，甚至铸就金刚不坏之躯，那岂不是屌炸天？上次喝了几斤鹿血，那功效似乎是长期的，就算是做1晚上手工活也不会感到疲惫。这只熊胆很可能也有奇效，这么好的宝贝，我可得自个留着，吃了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俩人带着熊瞎子下了山，回到村子才午后没多久，见到狗熊的村民都大为吃惊。呀，陈飞平和柱子又打到大祸了。每次和发小进山打猎，都会着急的把猎物扛回家。可今天俩人扛着400斤的猎物，却故意放慢脚步，慢悠悠的把村里每条道都走了个遍。而且越慢，俩人越高兴，就连聊天的声音都比往常高几十分贝。而村民们看到他们手中的猎物，都投来羡慕、嫉妒、恨的眼光。这熊瞎子个头可真大，瞧着得有近400斤。为啥老子整天进山就打不着大货？凭啥他们运气这么好啊？听到村民的对话，俩人的嘴巴比 AK 都难压。柱子，这东西就不弄到我自己家了，免得吓到那姐妹俩。好嘞。俩人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柱子家，本来10分钟的路程，结果硬走了1个小时才到。陈飞平从熊身子里取出胆囊，却一脸疑惑：该怎么吃呢？要是煮熟的话，可能药效就会受损，甚至失去药效，那可就浪费了。还是原汁原味吧。这他喵的也太苦了吧，跟生嚼黄连似的。飞平，你就这么生吃熊胆啊？最近有点上火了，熊胆能降火，生吃最好。好家伙，上次生喝误血，这次又有生吞熊胆，感觉这兄弟都快变野人了。这回熊胆也开始发挥作用，陈飞平只觉身体里暖烘烘的，就像泡在温泉里面。陈飞平的注意力转回雄狮，得先把这家伙送到系统所说的商会领奖，1万大洋呢，还有个不知是何玩意的四海拍卖令。上次打陆京回村的时候，无意碰到了孔祥兴那个老狐狸，结果就完成了系统任务。因为孔祥兴是村长，代表着悬赏方的官府，那所谓的商会又会在哪呢？村里头似乎也没有和商会有关的机构或个人，那么应该在镇上或城里。于是陈飞平骑上摩托车，带上黑熊的尸体，一溜烟的开出村庄，把和商业有关的机关单位都跑了一圈，可系统都毫无反应。那个商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啊？陈飞平随后来到了一个文化公园，这个公园有很多老头在下棋打牌，而且他们都是本地人，见多识广。各位老伯，打扰了啊！我想问你们个事，城里哪有商会不？商会这是啥？没听说过。
小伙子，民国时代的时候，咱城里倒是有个商会，是那帮专门和老大哥做生意的生意人联合成立的。后来打仗后就撤掉了，只留了个遗址。我年轻的时候还去那瞧过一眼，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老伯，那个商会遗址在哪？城东老区，你去那边问下住附近的人就知道了。行，谢谢老伯。离开公园后，陈飞平骑车直奔城东老区，通过打听得知了商会遗址的位置。随后，一座古朴的建筑陡然出现在眼前。看样子，这里应该就是那个商会遗址了。陈飞平把摩托车停在门口，走进商会遗址，站在空荡荡大厅，望着这座古老的建筑。陈飞平恍惚间似乎穿越了时空。兄弟，你把那头熊怪尸体拖到商会大本营之后，他们会把你当超级贵宾招待。商会老大还直接往你银行卡里打了一大笔钱，还塞给你一块超牛的四海拍卖令。老大还说了，有了这块令牌，以后有啥好货，随时可以扔他们拍卖行卖钱，1分手续费都不收，赚到的钱全额到你账上，绝对到位。怎么感觉怪怪的？这座商会遗址感觉就像一个神秘的异次元入口似的，而自己则隔空和另外一个位面的存在进行交流对话。伴随着系统提示，系统面板里多了个精致的小令牌，上面精雕细琢着四海拍卖令5个大字，右下方还有四海商行的小字，但此令牌只能当作虚拟道具使用。宿主，这熊的尸身可是好东西啊，能提供给炼丹师做珍贵的炼丹材料。今晚正好有场拍卖会，你可以把它带到商会旗下的拍卖行委托卖掉。哦，有意思，就像再玩一个解谜游戏。看来现在又得去找拍卖行的地方了。既然商会遗址位于城东老区，那么拍卖行应该也在这附近。陈飞平沿着城东老区转了下，经过一个市集时，系统突然有了动静。宿主，拍卖行到了，你出示四海拍卖令之后，拍卖行就会接待你。啊，原来这里就是拍卖行啊！拍卖行已收取委托物。下一刻，陈飞平便感觉车身一轻，发现雄狮就这样不见了。我去，这特喵都行！不得不说，这 bug 系统有点牛逼啊！此时，陈飞平突然想到什么，连忙跑去银行查了下自己的账户，果不其然，上面又多出了1万块。陈飞平高兴地回到村子后，先是来到了柱子家，可柱子却感觉很奇怪。飞平，这么大一只熊，你这么快就卖掉了啊？柱子，我认识了个专门收野味的生意人，说是以后咱只要打到野味都可以整只卖给他，给的价也还行。哎呀，那太好了！柱子，你信我不？飞平，在村里头我最信的人就你，也只信你。那就行，既然信我的话，那以后我就不给你分钱了。男人每次进山打猎，都会叫上自己的发小打下手，打了猎物换来的钱从来都是一起分。可这回进山直接挣了1万块，看着这么一大笔钱，男人却压根没打算分给兄弟。兄弟不但没急眼，更是在男人接下来的一句话后，乐得直咧嘴。柱子，钱虽然不给你分了，但是我会给你盖新房子，给你买摩托车、买电器，还让你娶上媳妇。行了，飞平，谢谢你。嗨，和我说这个干嘛？这傻小子太省了，有钱都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放在账户里也没办法提升生活质量。以前还会被大哥大嫂这样的吸血鬼薅羊毛，而且自己还有收入来系统奖励。柱子是不知道的，想多给他分点都不行，不分钱了，但是替他安排好一切也是可以的。告别了柱子后，陈飞平向家里走去。今晚四海拍卖行就有拍卖会，不知道那只熊瞎子能让我进账多少钱。陈飞平回家吃过晚饭，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结果系统提示突然弹出：四海拍卖行已通过拍卖令给宿主发来拍卖信息，请注意查收。陈飞平大喜，连忙召唤出系统面板，意念一动，便读取到了拍卖令中的信息。尊贵的客人，您委托我行拍卖的物品已成功拍出，最终成交价为3300贯大钱币。您是我行至尊拍卖令持有者，免取手续费。拍卖所获的所有钱已打入您的钱庄账户上。四海拍卖行9成为您服务，欢迎再次光临。卧槽，那只熊瞎子拍卖行给我拍了3300贯，也就是3300块，就算去黑市卖，撑死也就卖个1300-1400，更何况最值钱的熊胆已经被我吃掉了。这个四海拍卖行居然给我卖出了1倍的价格，真是爽翻天了啊！这个拍卖令真是个好东西，打熊瞎子商会奖励了1万块，拍卖又赚了3300块，这笔钱在村里盖2套砖瓦房绰绰有余了。第二天，陈飞平从梦中醒来，但感觉不太对劲儿，于是掀开被子看了一眼。哎呀，糟糕！自从喝了鹿血，害得我每天都得洗裤头。妈的，解决此事刻不容缓啊！看来得赶紧把大宅子盖好，再风风光光迎娶周凤婷，名正言顺的变成我真正的媳妇。至于周凤娇的话，迟早也能拿下。今天就筹备盖房吧。陈飞平走出门，来到院里的压水井旁，打水洗起了裤头。陈大哥，早啊！凤娇，你也早。陈大哥怎么老是大清早洗裤衩？难道是太热了，出了很多汗？可是晚上比白天凉爽，房里还有风扇，我也没觉得热啊。早上吃过早饭后，姐妹花便想拿上农具，去屋旁菜地松松土除除草。
凤婷、凤娇，你们别去理那块菜地了，很快我就得在这块菜地盖新房，护理也没用。你们要种的话，就去屋前面那块种一下吧，不用种太多，够咱们吃就行了。行，陈大哥。姐妹花去前面那块地种地了，而陈飞平则来到了柱子家。可眼前的一幕，陈飞平却忍不住笑出了声。只见柱子吃过早餐，正在洗碗。果然，家里没个娘们还是不行啊，有些事还是得女人做更方便。大老爷干不了细活。飞平，你来了，咱今天进山不去，我就拿家伙。暂时不去，待会咱找人帮忙盖新房子。运气好的话，没准你媳妇的事今天也有着落了。是啊，我媳妇飞平，你要帮我说媒吗？柱子，我不当你的媒人。不过昨天月老托梦给我，说是只要你开始盖新房子，很快就能找到媳妇。月老，飞平，你咋和那么多神仙说啊？可能是因为我灵根大吧。村子东边，吃过早饭的15正在自家院子里抽着旱烟。他是村里的石匠，10家祖辈都干这行。这时院外传来了脚步声，接着2个人走进来，正是陈飞平和柱子。15却皱起了眉头，这混小子怎么来了？石头叔，吃早饭了没？15看到他们俩客客气气的，倒也不好失礼，并且双方往日无怨尽无仇的，脸上才堆起了笑容。吃过了，你们呢？我们也是刚吃完，想过来和你聊个事。啥事呀？我想盖新房子，替柱子也盖一套。啥？村里都传言这小子凭发财了，进山经常能打到大货，甚至还挖到了古董，连几千块的摩托车都买了。盖新房子也是迟早之事，但给柱子也盖一套，这小子怕不是在说大话的。你们要盖的都是砖瓦房吧？石头叔，那当然了，现在谁还盖土坯房啊？你们盖2套砖瓦房的话，可得花不少钱啊。石头叔，你在村里给人盖房是2块钱一天吧？我给你们2块5一天。我的要求是保证质量。还有，石头叔，你要是担心的话，我可以先付3个月。说话间，陈飞平从兜里摸出一叠委员头，粗略估计那厚度也得2000以上。老石匠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耿直，这钱他绝对不会吞掉却不做事。行了，飞平，我信得过你。这时，一个剪着齐脖短发的年轻女人出现在院里。重生在80年代，是村里出了名的混子，可今天却找到村里的石匠，张口就要盖2套大豪宅，而且还是好兄弟一套他一套。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就连自家那块平时狗都不让靠近半分的田地，他都要划一半给好兄弟。石头叔，我的盖这边大约划个400-500平，余下的就给柱子盖。这不是你家菜地吗？是啊，我自己不需要盖那么大，柱子那房小，就给他盖得了。哦，这小子能处，帮好兄弟盖砖瓦房不说，还把菜地都让了那么大一块出来，这可比柱子亲大哥好太多了。话说回来，这小子在村里除了喜欢打架和混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其他劣迹。大家对这个后生贬低的是不是有些过了？当然，陈飞平这样安排，自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等房子盖起来后，我和柱子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真正邻居，隔幅墙的那种，2家可以相互照应，谁家外出，另外那边也有人能帮忙看看隔壁，免得宵小贼人光顾。和15聊了会怎么规划盖房，陈飞平心里大体也有了数，直接就把这事儿敲定了。我保证最晚3个半月内把2套砖瓦房都给你们盖好。事情拍板，15也回去了，而陈飞平这边为了能早点盖好房，拉上柱子就往镇上跑，砖石、水泥、沙子、钢材等建材全部定好，随后直奔国营5金交电商场，并径直来到摩托车的展位。我要这辆车。好嘞，老板，请您稍等，我这就给您办手续。飞平，你不是有辆摩托车了吗？咋还买第2辆啊？呵呵，这辆是买给你的。是啊，买给我的，摩托车太贵了。飞平，甭给我买，你这又给我盖房又买摩托车的，这让我咋好意思呢？柱子，你想不想娶媳妇？当然想了。那就得买辆摩托车，砖瓦房和摩托车都有了，你在村子里的身份就完全不一样了，叫做钻石王老五。钻石王老五是啥？就是条件非常好，但是还没成亲的男人哈。这样的男人很受欢迎，不愁找不到媳妇，没准啊，到时媒婆得把你门槛给踩平了。飞平，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受欢迎啊？柱子，你不要妄自菲薄，其实你一点不傻好吧？你只是憨厚老实，容易被欺负而已。你会打猎捕鱼，种田种地，能自力更生，还懂开摩托车，哪里傻了？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别把自己当傻子，才有机会被石小花看上，知道不？飞平，你咋知道的？咱们那么说，你稀罕小花，我还能瞧不出来吗？没关系，我会支持你的。也正是这样，我才得给你买摩托车。有了这辆摩车子，你的身份就不一样了。而且我还有任务交给你呢。以后啊，每天早上你就去镇上多买点菜，到中午就让小花过来帮忙做饭，把你未来老丈人和几个未来大舅子好生伺候着。干活的时候也多帮帮忙，保准你和小花能成。陈飞平口中的石小花，正是15的闺女，今年20岁，长得不算漂亮，但也不丑。瞧着是那种典型的贤良朴实农村女人，但因为个子太高惹人嫌，至今都没嫁出去。可偏偏就被柱子看上了。
了，柱子却不敢找对方说话，更不敢上门提亲，因为石小花家境好，柱子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一切都被陈飞平看在了眼里，陈飞平正好借此机会帮他一把。飞平，还是你脑瓜子好，这法子可真妙啊，我就想不出来。我那摩托车得用，不能老是借给你，所以得给你买一辆，每天去镇上买菜啥的也方便是不？以后你要是和小花成了，还能带上她，想去哪就去哪。手续很快办理好，陈飞平把钥匙交给了柱子。诺柱子，这摩托车以后就你的了，不过入的我名义，省得以后有人来向你借车，你又找不到理由拒绝，到时就说是我给你开的就行了，知道不？知道了，飞平。就这样，两辆摩托车一前一后开出国营五金胶店，奔跑在大街上可不要太拉风。可这一路柱子却开得很慢，生怕把车子弄坏了。回村路上经过城东菜市场，陈飞平进去买了只宰杀好的大公鸡和2斤奶肉。可陈飞平突然心中一动，四海拍卖行不也在这里吗？上次拍卖熊瞎子给我卖出了1倍的价格，地球上的其他东西没准也能卖得更贵。如果能利用这个随便赚个差价的话，那我岂不是要发财了？紧接着陈飞平召唤出系统面板，意念输入那块四海拍卖令。尊贵的客人，欢迎光临四海拍卖行，请问您需要委托拍卖吗？我要拍卖手上的这只鲲。陈飞平为抬高拍卖价，所以给大公鸡取了个霸气有逼格的名字鲲。尊贵的客人，请您稍等。对不起，经我行鉴定师鉴定，您的这只鲲并未达到拍卖价值标准。什么？还需要鉴定才能上架拍卖？死拍卖行竟敢小看我的大公鸡！尊贵的客人，请问您还有其他物品需要委托拍卖吗？没了。好的，欢迎下次光临。拍卖行连大公鸡都瞧不上，地球上还有什么东西有资格上架？陈飞平的计划无望，便和柱子离开了菜市场。陈飞平那个小子和柱子进山打到了那么多大货，一点钱都没分给我弟，全部存进了自己银行账户里。这不纯欺负柱子老实吗？这钱他就不可能再拿出来。我和我老婆帮柱子上门要钱，他居然打我们，还破坏我和柱子的兄弟关系，煽动柱子不认我这个亲大哥。你们说这狗日的是不是太可恶了？这几天柱子大哥王铁锤一直诋毁陈飞平的名声，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王铁锤，有没有这回事啊？陈飞平虽然不咋地，不过平时对柱子好像还行啊。你懂个屁！陈飞平太狡猾了，他就是虚伪，假装对柱子好，不这样的话怎么能骗柱子？没错，陈飞平那德行大家还不清楚吗？你们觉得他可能真心对别人好？孙德胜之所以替王铁锤说话，并非因为两人关系多好。有句名言说得好，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这个道理孙德胜还是知道的。王铁锤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正准备说些什么，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引擎声，随后2辆摩托车由远而近。这柱子咋开的村长那辆车？村长怎么可能借给柱子？再说了，柱子开的这辆比村长的新多了。王铁锤和孙德胜都懵了，一时不明白怎么回事。很快2人就把车开到了小卖部。柱子，你这摩托车哪来的啊？哼哈，飞平买给我开的。陈飞平给你买的？给你开就你的了，你真是够傻的，这不是你的东西，陈飞平随时能要回去。傻小子，你和陈飞平进山打了那么多大货，还挖到了古董，他却把所有钱存入自己户头里，买辆摩托车让你开几回，就把你骗得团团转。你那钱啊，以后都甭想拿回来了。陈飞平在村里就柱子交好，只要我从中理解分化，他唯一的朋友都没了，以后进山也少了个打猎搭子，孤立无援，没准哪回就被野兽吃掉啊！孙德胜不敢直接挑衅陈飞平，干脆从柱子身上入手。但他不知道的是，这番心声都被陈飞平听到了。这狗东西可真是日盼夜盼，就念着我进山遭遇猛兽啊！老子恨不得多碰上几只猛兽呢！能给人类带来威胁的玩意，全都是大货。还有，敢离间我和柱子是吧？等下老子就让你尝尝被离间的滋味是怎么样的。陈飞平停下摩托车，饶有兴致地看着王铁锤和孙德胜，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挑拨他和柱子的关系。王铁锤，飞平才不像你那样，我兄弟还给我盖新房子呢，盖的可是砖瓦房。什么盖砖瓦房？怎么可能？一套砖瓦房，连人工材料下来不得几千块？陈飞平有可能那么大方吗？傻小子，陈飞平这话你也信？他自己都没砖瓦房，还给你盖，做梦呢！他和你说这些都是为了套住你的钱，让你不会拿出来。是真的，飞平自己也盖，就在他家边上的大菜地，还把菜地让了300平给我。早上飞平和我一起找的石头叔，他们已经去菜地看过，谈好要怎么盖房了。刚才飞平还和我一起进城，把砖石、沙子、钢筋材料全都定了，我亲眼看着他付的钱，明天就运过来。如果真如柱子所说的那样，陈飞平就真没骗人，而且他还不是在柱子那块小屋地上盖，甚至把自己菜地让了300平。是啊，盖房子可不像借摩托车，想什么时候收回就收回。房子给别人一盖，那就是别人的了。给朋友盖砖瓦房这种事，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呢。
不会吧？陈飞平真要给柱子盖砖瓦房，他自己也盖一座的话，那不就2座了？加起来至少得大几千啊！这小子在山上挖到的古董究竟卖了多少钱？咋好像用不完似的？来，我买建材的发票都在这里呢，谁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过来瞧瞧。操，陈飞平真给傻小子盖房，还买摩托车给他开，妈的，为啥我就没有这样的好兄弟？要是陈飞平给我盖房买摩托车的话，让我叫他爹都不是不行啊！此时小卖部里坐着嗑瓜子看热闹的王翠花也是一脸震惊。看样子陈飞平还真的发大财了啊！可恶，为什么老娘没嫁给孙德胜之前你不发财？要是你早点有钱的话，我不就跟你好了？老娘一念之差，让那个外来的小娘皮捡漏了。陈飞平先喜欢我的，那小娘皮刚来就和发财了的陈飞平好上，凭什么？王翠花看了看身边的孙德胜，越看愈发心态失衡。这时陈飞平的目光往他这边飘了过来，王翠花连忙坐直腰杆。这时陈飞平突然朝着他眨了眨眼，目中都是笑意。陈飞平刚才是什么意思？难道他通过眼神暗示，还对我念念不忘？我就知道陈飞平心里还是有我的，他最喜欢的女人依然是我。毕竟我才是洛阳湾的存华，那个来历不明的外地女人只不过是陈飞平得不到我之后的代替品。陈飞平还没和那娘们结婚，没准我还有机会。只要老娘把孙德胜一脚踢走，主动找陈飞平的话，他就会重新投入我的怀抱。想到这里，王翠花脸上也冲着陈飞平妩媚一笑。我那凶婆娘咋和陈飞平有些眉来眼去的意思呢？这是几个意思啊？你特喵不是想分化离间我和柱子吗？现在哥也以牙还牙，让你尝尝和媳妇闹矛盾的滋味。目的已达到，陈飞平没在小卖部多停留，一手油门和柱子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第二天上午，孙德胜黑着脸打开了小卖部的门，脸上还有几道血痕，想也不用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然是他那媳妇王翠花给闹的，自己娶回来的又能怎么样呢？孙德胜骂骂咧咧之时，听到了响亮的引擎声，随后亮绿色的解放牌大卡驶入村里。这平时村里很少能见着大卡，除非哪家盖房。等等，盖房？陈飞平和柱子不是要盖房吗？还说今天会运料过来，这大解放难道就是给陈飞平运料的？等大卡车开进后，孙德胜这才看见大解放车后是满满一车的砖块。操，这小子真要盖砖石房啊！另一边，陈飞平刚吃过早饭，就听得大卡车的声音，忙出去指挥司机卸货到合适的地方。柱子也从他那边过来了。柱子，菜买了没有？买了，按照你说的，买了1斤奶肉。记得啊，待会开工你就过去积极帮忙，然后请求石头叔让小花过来帮忙做饭。你就说怕自己做的不好吃，到时感谢小花，让她也和你们一起在这边吃。飞平，我记住了。15带着3个儿子刚开工，柱子就过去帮忙，这让石匠有些奇怪。石头叔，反正我今天没啥事，也是闲着，就随便帮帮忙。我也想新房子能早点盖好。15点点头。石头叔，我还有件事求你。啥事呀？说吧。石头叔，我笨手笨脚的不会做饭，就怕做的不好吃。午饭你看能不能让小花过来帮做一下？柱子按照陈飞平所教说道，心中有些忐忑，生怕被15拒绝或者看出自己心里意图。行啊，大家都在帮忙干活，让自己闺女帮做顿饭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谢了石头叔。江上有个特别邪乎的传说，一到冬天月亮最冷清的时候，江面起雾那片就老有打鱼的莫名其妙消失。都说水里藏着个修炼1000年的老蹦精，能变成绝世美女。这妖精专挑月亮的晚上出现在水边，对着水面照镜子，笑得又甜又媚，用软绵绵的话勾引单独行动的渔夫和商人。等把人骗到深水区，水底下已堆满了死人骨头，怨气重的连那片江水都常年阴沉沉的。你之前除掉熊怪的事儿传开了，被害人的家属们组团来求您出手，说只要能让自家亲人冤魂安息，必有重谢。棒精，嘿，好啊！这次的系统任务不用上山，换成河里了，就是依然没有标出坐标，只能自己去找。洛阳湾的河湾里便有河蚌存在，趁现在有空去找找看吧。不多时，陈飞平来到河湾，还是上次钓鱼的那个地方。这个钓鱼点的位置很特殊，水流平缓，下面都是泥沙。紧接着，他在岸边浅水区的泥沙里就发现了几只大河蚌。陈飞平把几只大河蚌捞了起来，然而系统没有任何反应。陈飞平又拿块石头砸开外壳，还是听不到系统提示。奇怪了，怎么回事？对了，能成精的河蚌当然得够大才行啊！之前自己打的野猪、梅花鹿和熊瞎子，在同类中都是个头特别出类拔萃的，才能被系统定义为精怪。蚌精的话，自然也不能例外。陈飞平在附近找了下，都没发现更大的河蚌了。陈飞平把外衣裤一脱，连带鞋子藏进河边草丛，便一个猛子扎入水里。然而陈飞平却惊讶地发现，在河水中睁开眼睛，竟然没感到分毫刺痛，就好像戴了一层无形透明的护目镜那样，而且视线也清晰得很。2分钟过去了，陈飞平也没有任何缺氧不适。在水下潜了半小时，陈飞平不知砸了多少只大河蚌。这时他突然眼前一亮，水底某处泥沙之下伸出了一条超大的舌头。陈飞平费好大力才把它从泥沙里挖出来，抱着河蚌上岸后，在岸边找了块大石，双手狠狠连着砸了好几下，蚌壳这才从中裂开。宿主不受蚌精所惑，以无上意志克制欲念，成功除掉蚌精。筒子，瞧你说的，
我特么还能对一块棒肉有啥想法不成？你当我是三个万物皆可媳妇啊？梦境的那单最开始像月亮一样白亮，但上千年里害死了不知道多少人，被冤死之人的血慢慢渗透，竟然渐渐变成了血红色。这颗珠子每变红一分，江底就会多一具白骨。这次它破壳而出，在水里的红光像血红色的灯笼，把江上渔船的灯火都比得暗淡无光，可见它害过多少人。红珠子上像在渗血，还隐约浮现出成千上万张痛苦的人脸，江风吹过都带着哭嚎声，好像是那些死去的亡魂终于能去投胎了。对了，这超级河蚌那么大，里头很可能有珍珠。陈飞平连忙翻开蚌肉摸了一会，便摸到了颗坚硬物体，拿出一看，果然是颗龙眼般大的珍珠。更让人吃惊的是，这颗珍珠居然是红色的，就像真的浸染了鲜血一般。系统称这红珍珠是蚌精的妖丹，这么说来，它应该很值钱，能上四海拍卖行吧？任务完成了，陈飞平沿着河岸找到自己下河之处，换上衣服回了村子。您手持妖丹找到被害者家属，宣告蚌精已除，众人纷纷对您表示感谢，并将众筹除害的1000贯钱送上。什么？才1000块？算鸟算鸟！这些受害者家属都只是普通人而已，还得众筹除害，手头没钱也就不奇怪了。一位老大爷临走前送了您一枚奇怪的戒指，说是多年前无意中得到的，看着像是修行之人用的东西，但他自己就是个普通老百姓，留着也没用，就送给你啦。这戒指材质特别，既不像金属也不像玉石，颜色混沌不清，好像有星空在里头流动，仔细看内部似乎还藏着什么玄机。陈飞平打开系统面板，就看到道具栏里多了2件东西，除了四海拍卖令和非洲通行证，还多了一沓钱和一只指环。这时陈飞平突然想起，这次的任务是受害者家属当面把众筹的除妖赏金双手奉上的，而非打到钱庄账户上。陈飞平意念一动，紧接着那沓钱落到手上，变成了10张委员头。卧槽，这也能行？陈飞平高兴着把钱收入裤兜，注意力转回那只指环上。陈飞平把它套到左手无名指，不大不小，刚好合适。紧接着他眼前一花，面前出现了一片仿佛黑洞般的虚无混沌空间。卧槽，兄弟这波血赚啊！这戒指是个上古宝贝，以前的主人是牛逼哄哄的大佬，在里头搞了个超大的修仙空间，可惜他后来被雷劈死了。戒指没人养，废了不知道多少年，现在里头心全干了，灵气没了，天崩地裂，动物全挂。本来万里空间现在缩成厕所大小，但大佬临死前解除了绑定，戒指到处流转，最后终于认你为主了。你只要每天给他灌点灵力，就能慢慢把戒指修好，仙泉也会活过来，妥妥的潜力股啊！这个玩意好像就是传说中的随身空间吧？虽然是个残废版的，但利用现有的空间用来储物倒也不错，至少方便多了。陈飞平左手放到那踏伟人头上，意念微微一动，钞票便消失不见，下一刻出现在指环空间里头。陈飞平瞅着四下无人，俯身按在一块大石之上，那大石也是凭空消失了，进入了乾坤界里。嘿嘿，还不错，陈飞平啊，陈飞平，你再也不是连随身空间都没有的可怜男主了。兄弟，这乾坤戒是个顶级宝贝，容易招坏人眼红，你戴的时候把它隐身，这样就不会来抢你的宝贝了。还能隐匿啊？陈飞平意念微动，只见那琥珀色的指环便在手上渐变透明，最后完全消失了，甚至几乎难以察觉佩戴在指头上。这隐匿的也太彻底了吧，不只是隐形那么简单，触感都消失了。陈飞平来到河湾边，把那只超大河蚌连肉带壳收入乾坤界，随后骑着摩托车来到城里的城东市场，也就是异世界位面的四海拍卖行所在地。激活拍卖令。尊贵的客人您好，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我想拍卖这只千年蚌精及其妖丹，你们拍卖行能否上架？客人请您稍等，请我行鉴定师鉴定，此乃一只修行3000年的蚌精，吞噬无数生灵，血妖丹妖力强盛，可在我行上架进行拍卖。太好了，果然还得是系统认证的精怪才管用啊！不知道这只蚌精和它的妖丹，这次又能给哥带来多少小钱啊？不过当下委托进行拍卖，后天晚上才有拍卖会，那就多等2天吧。陈飞平关闭系统面板，心情大好，来到菜市场买了一些肉，又买了一只活鸡没有宰杀，骑着摩托出了集市，趁四下无人之际，把活鸡放入了乾坤界中。他想测试一下活物是否真的没法在里面生存。回到村里，经过小卖部的时候，见到孙德胜停放在边上的那辆摩托车，陈飞平恶由心生。如今我有了乾坤界，或许可以找个机会把这狗东西的摩托车顺手牵羊弄掉，让它欲哭无泪。兄弟，你想干啥？检测到该非洲存在契约关系，无法收入乾坤洞天。筒子，瞧你说的，我陈飞平堂堂大男人，做事光明正大，又岂是鸡鸣狗盗鼠辈？呵呵呵。陈飞平没想到系统竟然看穿了自己的想法，无奈只能放弃了这个打算。回到家后，陈飞平马上接上电源，紧接着把鸡哥从乾坤界取出一看，发现已经嗝屁了。我在乾坤界里注入了空气，然而好像不太行，就短短的半小时不到，按道理里面的空气还不至于那么快完全消耗掉。看来鸡哥并非死于缺氧窒息，而是乾坤洞天毫无灵气，那环境压根没法让生物存活，水土不服，很快就得凉凉。
陈飞平有点遗憾，却也没将死掉的鸡哥拿出来，而是继续放在里面测试存储功能。没意外的话，界内空间目前就连细菌也不能生存，和宇宙真空环境无异，应能长期保鲜。当然，永久保鲜不可能，否则界内应该有原先生灵的残骸。看来他们都在时间长河里化为飞灰了，能长期保鲜也不错了，可以用它做很多事。陈飞平来到厨房门口，见到里面准备做午饭的周凤婷。陈大哥，凤娇呢？怎么不见人影？他刚才在家里闲得慌，就去看盖房了，这回应该还在菜地呢，不过应该快回来了吧。听到凤娇不在家，陈飞平心中一动，走到周凤婷身边。凤婷，你喜欢陈大哥不？那等房子盖好之后，你愿意做我媳妇不？啊，做你媳妇？陈大哥，你要娶我？怎么你不希望我娶你不成？没有，陈大哥，我……凤婷，这是太突然了。如果你暂时还不想嫁给我的话，那晚点也是可以的。毕竟咱们刚认识也没多久，可以好好培养感情。陈大哥，你误会了，我就是太高兴了，我没想过你会愿意这么快就给自己名分。傻妮子，你可把我吓坏了，我还以为你不愿意嫁给我呢。好了，别哭了，不然待会凤娇回来，还以为我欺负你呢。姐，哎呀，陈大哥也回来了啊！哇，今天买了那么多肉啊！凤娇，你和你姐太瘦了点，得养养，肉多点才好。做饭期间，周凤婷笑靥如花，周凤娇看在眼里，明显感觉姐姐今天心情不一样。姐，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好事吗？陈大哥身为男人，当家的都还没宣布这件事，那我也没必要那么快告诉凤娇。还有，凤娇似乎也喜欢陈大哥，要是她知道陈大哥即将和我成亲的话，会不会很伤心？新房子还有几个月才能盖成呢，陈大哥没那么快娶我，算了，还是晚些再说吧。第二天早上，陈飞平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从乾坤戒中拿出鸡哥。没有臭味，肉也还是软乎乎的，一点都不僵硬。看来乾坤戒确实有保鲜功能，哪怕残废版的随身空间，也是穿越者不可或缺的大杀器啊！光是保鲜和零负重两大功能就太爽了。以后在山上打到猎物的话，自个也可以多留点肉。吃过早饭才7点半，石匠和他3个儿子已经过来开工了。柱子今天依然帮忙干活，任务就是和未来老丈人打好关系。而陈飞平今天见系统没有动静，便带着俩姐妹上了山。哇，是菌子，找到菌子了。陈大哥，这菌子应该能吃吧？我们好像吃过呢。当然可以，这是真蘑，我们这边最好吃的菌子之一，7月末8月初最多了。那咱们快点采。俩姐妹采完真蘑，继续在山上找菌子。不多时，几朵白色的蘑菇出现在眼下之时，姐妹花下意识的想采，却被陈飞平阻止了。这是白鹅膏，可不能吃，它有剧毒的，吃了就得躺板板。没事，摸一下还是可以的，不至于中毒。陈飞平带着姐妹花在山林里到处转悠，在采菌点有发现就停下，顺便告诉他们是什么蘑菇，能不能吃。姐妹花那叫一个大长知识，不多时2个篮子就装满了。嘘！姐妹花不明所以，却还是安静下来。陈飞平从背后拿出猎枪，端着猎枪瞄准不远处某棵大树。打到野鸡了，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啊？陈大哥怎么找到的？陈大哥，你射得好准啊！可基本操作而已。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得随时眼观四方，耳听六路。看着手里一早上的收获，陈飞平觉得还算满意。这么多菌子可以晒干或者放乾坤戒里保鲜，随时拿出来吃。对了，我现在有乾坤戒，可以偶尔跑下运输啊。虽然空间不大，不过一间斗室的空间至少比拖拉机能装吧。其实真要细算的话，也有大半辆卡车的容量了。这倒也是条赚钱的路子。3天后，陈飞平起床，突然发现自己有些不一样了。陈飞平一觉醒来，看到自己以前黝黑的皮肤，现在竟变成了古铜色，且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光泽。俩姐妹也察觉到了陈飞平身上的微妙变化，可她们却怎么也想不明白，陈飞平为什么一夜之间会发生蜕变。吃过早饭，陈飞平就去镇上收了300多斤菌子。别看乾坤界内空间不大，这几百斤菌子往里边一塞，还真不够看的，压根没堆多少。按照这么估计，往里面塞个大几吨货都完全不成问题。不过可以先去试试水，看着菌子好不好卖。然而陈飞平选择出货的地方并非城里，而是一个稍微远点并且有钱人多的地方——省会。省会离山区远，吃到菌子不容易，尤其新鲜菌子，而且那儿的人都非常有钱，也舍得花钱，菌子大概率能卖出个好价钱。陈飞平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省会后，进到一个很大的自由市场，许多省会周边的人进城都会在那儿摆摊。在市场里转了一圈，大体了解了情况，陈飞平便去外边某个无人小巷，从乾坤戒中提取出2个大篓子和1根扁担，新鲜菌子和菌子干各1篓，以及1杆秤，随后挑着走进市场。卖菌子了，新鲜的野生菌子，真蘑鱼、黄蘑、松蘑。你这真蘑咋卖？ 4块1斤，给我来3斤。
还没开始给中年人称，一窝蜂又涌过来了许多客人，在摊位前围得水泄不通。询价之后的反应也是和那戴眼镜的中年人那样，众人疯狂抢购，就像不要钱似的。卧槽，我是不是卖的太便宜了？不到1刻钟，2大篓子的生菌子和干菌子就全都卖完了。摊位前还围着不少没买到的人。陈飞平又去外面那条没人的小巷提了2篓子回到市场里。就这样，2个小时，乾坤界里的库存全部清空。短短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挣了超过4500。操，这钱也太容易挣了，比捡树叶都快。陈飞平正准备离开，身后忽然有人叫住了他：“兄弟，请留步。”不好意思，菌子卖完了。没事，我能和你聊几句吗？不抽烟，谢了啊。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你还会过来卖菌子不？要是以后还卖的话，可以直接找我，不管有多少我都收，给你同样的市场价格。原来是个2道贩子，自己的菌子一定卖便宜了，还有利润空间，而且野生菌子在省会市场非常畅销，所以看到商机的他打算全收，转卖还能挣到不少钱。不过卖给2道贩子确实能更省事，我下次来省会可能就1个月后了，到时带来的菌子可能会有点多，你能收多少？你有多少，我就能收多少。挺豪横啊，看来虽然是个2道贩子，但是挺有实力的，看气质也确实不像一般人。分烟给的都是华子，那我到时怎么联系你？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到省会打过来就行，只要在市区范围，不管你的货在哪，我都可以开车上门。说话间，青年摸出一张名片，陈飞平看了眼，却是一个小商行的老板，专门卖名烟名酒和贵价礼品的，就连华子都有得卖。这烟一般人可搞不来，那咱下次再见。与青年分别后，陈飞平便开启了疯狂购物，时装、奶粉、当地特产、相机，通通都收到了乾坤界里。有了这个乾坤界，去哪儿都太省事了。陈飞平回到家已经是傍晚了。陈飞平看了下盖房进度，便去了趟柱子家。飞平，你回来了，省会好玩不？还可以，以后有空的话，你可以去玩玩。我连火车都不知道咋坐，又不像你脑瓜子这么好，哪敢去省会啊？这是我在省会买的红肠、大列巴和9星巧克力糖，你拿去尝尝。飞平，你又买东西给我，这怎么好意思啊？没事，不值钱，你拿去吃就行，记得送点给你未来老丈人。对了，你和小花怎么样了？还行，挺好的。可以啊，柱子，再继续加把劲，媳妇可就有了。飞平，还得感谢你啊，替我想了那么好的主意。客气的话咱就甭说了，显得见外。你和小花能成亲的话，记得请我喝酒就行。那必须的。告别柱子，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准备休息时，久违了的系统提示骤然弹出。青州这重要地界儿出了个特邪门的大盗，专偷官府粮仓。这人神出鬼没，跟鬼似的，据说能变成一团雾穿墙进仓库，一点动静都没有，袖子一甩，好几万斤粮食就没了。官府贴告示悬赏抓人，派了好几波高手埋伏，结果守到天亮一看，仓库门锁得好好的，里头粮食却没了，连人家什么时候下的手都不知道。这几年闹大旱，地里寸草不生，到处是饿死的人。朝廷拨了80万担粮食救灾，结果全让这贼给截胡了。官府气得跳脚，现在砸重金请能人议事。老铁，你要是够胆接这活，把这无影大盗揪出来法办，不仅能拿巨额赏金，绝对立马名震江湖哦。筒子，你终于出现了，我还以为你死翘翘了呢。不过这无影大盗是什么？专门盗粮，来无影去无踪，这特么不是杰瑞吗？至于官仓的话，应该就是粮所了吧。陈飞平猛然从床上爬起，去储物室拿了一把弹弓和一袋子泥丸就出了门。陈飞平径直来到粮所，在门口外却被执勤的门卫拦住了。你这大晚上来粮所干嘛的？在家里闲着没事，便想打老鼠。粮所这边老鼠多，我能打下不？陈飞平先是扬了扬手里的弹弓，随后还给门卫手里塞了包牡丹。我们粮所老鼠确实挺多的，怎么下药都没用，烦死个人了。老板，你能帮打下最好，不过得小心点，可别打到人啊。那当然不能，我眼力好得很，那么大一个人还能看不清楚吗？一包烟成功混入粮所，陈飞平也不墨迹，马不停蹄地开展了灭鼠行动。门卫跟在后边看热闹，还替他开了灯，让陈飞平好打一点。陈飞平摸出一颗泥丸，耳朵突然微微一动，察觉到了什么，往某个方向看去，就见到了一只杰瑞。随着一声惨叫，杰瑞倒在地上，抽搐几下便没了动静。老板，你这手弹弓可真准啊！平时打得多，自然就熟练了。平时众杰瑞在粮所里作威作福惯了，如今碰到陈飞平这个死神，他们可就倒大霉了。只要有杰瑞冒头，弹弓几乎都是一发入魂，甚至有些奔跑着的都被打掉了。卧槽，没想到世上还有打弹弓这么牛逼的人啊！就这样一直打到10点多，耗子倒是打掉不少，可惜没有完成任务的系统提示。看来打的这些都不是被系统认证的正主。算了，时间不早了，明晚再来吧。反正和门卫混熟了，晚上想来粮所打鼠就容易得多了。第二天，陈飞平又去镇上，把能收的菌子全都收了。晚上再次来到粮所，
打了几天的杰瑞了，每晚都能打至少几十只，可是系统一直没有动静。莫非我猜错了？任务里的无影大盗并非杰瑞，不过除了杰瑞之外，也想不到其他专门偷粮的生物了啊！又或者那只杰瑞不在长安镇，在别的镇子？就在这么想着之时，一道黑影映入了他的眼帘。我了个去，好大一只杰瑞！我去，真没想到啊，北方居然也存在这种超级杰瑞。为啥同在粮仓吃粮，这杰瑞的个头就能长得这么大呢？不过系统认定的精怪都是特别大的特殊个体，没准那个无影大盗就是他，千万不能失手，千万不能失手！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助我一发入魂！这只超级杰瑞特别肥大，被泥丸打得在地上翻滚几圈，又一瘸一瘸往远处跑去。想走没门！第二记泥丸精准命中鼠头，这次杰瑞连叫都没能叫出声来，当场倒地暴毙。宿主于关仓守候多日，终发现无影大盗踪迹，并成功击杀。猜的没错，这只杰瑞果然就是系统认证的任务对象。大盗身上掉下来个袋子，里面金光闪闪的，全都是钱。请问老铁，你是偷偷自己拿走呀，还是交给官府呀？我擦，爆金币了！上交官府，我交个毛线！官府有钱的很，上交还不是入官府老爷的荷包，据为己有。您偷偷收起锦囊，获得无影大盗的财富，钱币总共16888贯。好家伙，这只超级杰瑞豹的金币可真多啊！数字刚好是16888，这是巧合吗？还是他出去偷东西都带这个数目的钱？求个好意头！您已获得官府悬赏金5000贯。切，官府这奖赏还没杰瑞金币豹的多啊！不过总比没有好，5000也不少了。陈飞平查看了下系统面板，钱都在里面了。21888大洋到手，这几个晚上没有白费。不过接任务这么久，赚钱最多的反而是这只杰瑞，还真没想到。老铁，你的任务积分满了，有一次抽奖机会，奖励随机。还有抽奖啊？就问你抽不抽？抽，当然抽。已开始进行随机抽奖，恭喜老铁获得中型非洲改造计划一次。中型非洲改造计划，我还以为也是钱呢。不过自己的鹰仔精系统改造过的，外星科技加持，牛逼哄哄。现在居然又得到一次非洲改造计划，那个中型非洲是什么意思呢？陈飞平心中思索着，走过去提起那只超级杰瑞的尾巴。系统认证精怪，大概率能放拍卖行上挣点钱。啧，这耗子可真大啊！我在梁所那么多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耗子。任务完成，陈飞平告别了门卫，刚出门就把杰瑞收入了乾坤界里。第二天一大早便迫不及待地进了城。陈飞平先是来到城东市场，成功将超级杰瑞在拍卖场上架，紧接着直奔城里的汽车贸易公司。很多城市还没有汽车的厂家销售点，要买4只轮子都得来这里。在看了一圈后，陈飞平的目光瞄准了轻卡。80年代轻卡极为流行，车型小巧，载人载货都行。陈飞平来到轻卡旁，系统，这个算是中型轻舟吗？能不能进行改造？此轻舟在中型轻舟范围之内，可使用改造计划。听到系统这么一说，陈飞平立马提车，一下子掏了将近3万块钱，却是一点都不心疼。办理好手续，便开着这辆轻卡离开了汽贸公司。陈飞平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进行改造了，于是把轻卡开出城区，驶入一个无人的空地。系统，改造这艘中型轻舟。兄弟，你确定对此轻舟使用改造计划？改造计划一旦开始，便不可撤销。确定。收到，正在进行改造，请稍后。你的非洲现在彻底升级了，比以前坚固10倍，耐撞10倍，飞行更稳10倍，能装的东西也多了10倍，而且超级省能量，能耗只有以前的1/10。非洲引擎还加了意念感应和加密功能，只有您自己能启动。就算非洲在亿万公里外，你也能随时知道它在哪儿，除非您亲自授权，否则别人绝对开不走。还植入了一个防护罩系统，遇到致命打击、超高温或冰冻时，自己就会打开，但特别耗电护盾，不想让电量刷刷往下掉的话，动念头就能手动调节防护罩强度。当初改造摩托车的时候，可是没有这个功能，这估计和空调作用差不多。还有，你已获得中型非洲通行证。陈飞平看了下系统面板，又多了个货车驾照。筒子牛逼啊！这下又免了考证的麻烦，爽歪歪！改造完成后，陈飞平开心地开着轻卡回了村。这该死的天气真是热死人了！要是我的小卖部能像陈飞平家能通电，用上电风扇就好了。老娘命可真苦啊！当初简直是瞎了眼睛，才会选择孙德胜这个废物。就在这时，李翠花听到了引擎声，随后一辆小货车由远而近。这小货车外观还挺漂亮，李翠花和小卖部外的人都不由得多瞄了2眼。可当李翠花看清车上的人时，立马就不淡定了。陈飞平咋开上小货车了？这小货车新的，不会是他买的吧？这小子最近是真发大财了吗？又买摩托车，又盖砖瓦房，现在连4只轮子都有了。可恶啊！为啥陈飞平会突然变得这么有钱的？老娘当年接受他的追求就好了。不行，我不能错过自己的幸福。现在也不晚。陈飞平上次还和我使眼色呢，他心里依然有我。哼，
至于那个外地来的女人，不过是我的替代品而已，长得和我也挺像，但是没我漂亮，也没我屁股大好生养。陈飞平这张瓦房一盖好，没准就得娶她了，不能让这娘们捡了便宜，我得抓住机会挽回这个男人的心。只要我把孙德胜踢走，陈飞平一定还愿意娶我。当陈飞平驾驶着车辆快到家时，正在工地干活的所有人听到引擎声，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朝一个方向望去。奇怪了，盖新房子的材料全都买好了，什么都不缺，咋还有小货车运货过来？货车在工地前方不远停下，看着从驾驶舱走出的陈飞平，众人都一愣一愣的。飞平，你咋开了辆小货车回来？刚在城里买的。这小货车得多少钱啊？不到3万。好贵，飞平哥，你可真有钱啊！以前村里人总说陈飞平不务正业，然而就每天晃晃悠悠的，就偶尔进山打猎，如今却不知不觉成了洛阳湾最有钱的人，自己子承父业，和老爹干着辛苦活，就算干上一辈子，恐怕都买不起这样一辆小货车吧。呵呵，还行吧。陈飞平摸出几包牡丹，一人一包分给几人，柱子不抽烟就免了。谢了飞平。石头叔，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要谢的话也是我谢你们才对，这大热天的还得帮我们盖房，真是辛苦了啊。应该的，我们这是拿钱干活。这时周凤婷和周凤娇院里走了过来。陈大哥，你回来了。姐妹俩见到陈飞平很是高兴，不过注意力很快落到那辆小货车之上。陈大哥，这小货车哪来的呀？我买的。凤婷、凤娇，带你们去兜风，走。陈大哥，我们的鞋子太脏了。有啥脏的？车子用久了都会脏，你们有空帮我清洗一下就行。陈飞平不由分说让两女上了车。第一次坐轻卡，周凤婷和周凤娇都大胆新鲜，然后他们很快发现一件事。陈大哥，这坐凳可真软乎呢，坐着好舒服，在车里头好凉快啊，一点都不热。是啊，和在屋子里头开着风扇一样呢。被改造后的星光轻卡减震和坐凳舒适度都是天壤之别。刚开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点小起伏就颠簸得很，还个屁股。如今两女就像坐真皮沙发上，从小卖部开过去的时候，三人在车里谈笑风生的样子，恰好被李翠花看到。可恶，坐在车上的女人原本应该是老娘才对。陈飞平带着姐妹花兜了一圈，先是在国营饭店吃了个午饭，饭后找了个修车店，在货仓后改装了个帆布棚子。装了这个棚子，既能遮阳挡雨，提高私密性，以后把菌子收了放进里面提取也不会被人发现。第二天，陈飞平大清早吃过早饭，就开着小货车去了集市。陈老板又来收货了，你瞧瞧我这菌子，便宜点卖给你呗。陈飞平这段时间每逢大集就混迹市集收菌子，那些经常卖菌子的山里人都和他熟了，也知道这个年轻人姓陈。以后啊，你这菌子拿来市场就别卖给别人了，每逢大集我都过来，有多少我要多少，按照市场价收，你卖得快，我也收得快，大家都省事，对不对？行，老板，那我就只卖给你。下次过来我就不进市集找人了，到时开辆小货车过来，车子停在市集外边，收货时间7点到9点，你可别来太晚了，过时不候。老板，您放心，我天还没亮就从山里头出来了，包准时的。那你现在给我送到市集门口，那路边有辆新的小货车，以后就在那收货了。你等个10来分钟，我还得找其他人。好嘞。1刻钟后，陈飞平逐一告知了市集所有卖菌子的山民，以后这些人就长期给自己供货了。回到小货车旁，卖菌子的山民们已经在小货车旁围成一团了，都等着陈飞平回来收货。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啊！以后我就在这里长期收菌子了。不过在收之前得说几句，收购价咱一律按市场价，1分都不会给少了。但是我先丑话说在前，菌子的质量得保证。如果谁滥竽充数把不好的菌子卖给我，以后就不用找我做买卖了。陈老板，你放心，有坏菌子我一定挑出来，绝对不卖给你。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行，诚信买卖，彼此都不吃亏，对吧？既然没有异议的话，那我现在就开始收货了。陈飞平言罢，从小货车上拿下一个电子秤，半个小时不到就把菌子全部收完了。山民们各自散去，陈飞平则爬进棚部货仓，把菌子放入乾坤戒里。当陈飞平到家的时候，却发现堂屋里的姐妹花风扇都没开，脸上都渗出了细细的汗珠。凤婷、凤娇，你们咋不开风扇呢？陈大哥，在屋里头凉快的很快，我们不热。听到这话，陈飞平是又好气又好笑。凤婷、凤娇，风扇的功率很低，开个风扇花不了多少钱的，你们甭给我省。再说了，陈大哥能挣钱，有条件花钱，却千方百计地省，那叫没苦硬吃，没有必要，以后不许这么省了，知道不？晚上吃过晚饭，周凤娇去洗澡的时候，周凤婷就溜进了陈飞平房里。陈大哥，我有事想和你说。什么事啊？咱们的事什么时候告诉凤娇啊？
等房子差不多盖好了再说吧。凤婷，毕竟咱认识的时间也没太久，对吧？让凤娇知道咱俩这么快就好上，准觉得我当初收留你们是别有用心的。陈大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那么好的男人，能当你媳妇，才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这时外边院子传来了敲门声，可能是柱子找我有事。陈大哥，那你先去开门吧。陈飞平打开院门后，眼前站着的人让陈飞平直接愣住了。你来干嘛？飞平，你还生我的气吗？嗲声嗲气的嗓音让陈飞平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陈飞平很快就明白了对方登门造访的原因，感情是见到我最近发迹，又盖房又买车的这个李翠花后悔了，想撇掉孙德胜和我好。飞平，其实我一直都没忘记你。特喵的，先不说我和原主不一样，这都别人媳妇了，还是2个娃的娘，脸皮敢不敢再厚一点？我之前和孙德胜成亲是被逼的，爹娘不同意我和你好，我也没办法。经典，真是经典肥皂剧套路啊！被家里逼的，并非我自己意愿，把锅扣在父母头上，打造受害者人设，勾起男人怜香惜玉之心。我娘当初还说了，如果我不嫁给孙德胜的话，她就上吊死给我看。那你现在还来找我，就不怕你娘上吊？和孙德胜成亲后，我一直都不幸福。作为一位新时代女性，我觉得自己应该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你妈，说白了，你就是见到老子有钱了，悔不当初的脑残女人而已。这委屈模样，估计换成原主的话，没准就真的心软了。可惜了，我不是原主。霸道万元户爱上带2娃身材变形的我，这种狗血剧情是绝对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飞平，我知道你心里也是有我的，对不对？那天在小卖部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目光里面都是情意，我能感觉到。飞平，只要你把家里那2个来历不明的女人赶走，我就不计较他们在你家里住过。倒反天罡，你特么一个成亲生2娃的，竟然还想把凤婷、凤娇赶走，并且不和我计较，人怎能自恋到这种程度？你桥上的那个外地女人不过是我的替代品而已，她长得像我，但终究不是我。她没有我李翠花那么漂亮，也没有我屁股那么大，那么好生养。只要你把他们都撵出去，我就和孙德胜离婚，带着2个女儿跟你好。哼，老娘可是村花，以前陈飞平非常稀罕我，他没法拒绝老娘的任何要求。陈飞平被气笑了，一句废话都不想和李翠花说，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滚。飞平，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的气，这我能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起而让彼此失去真爱。谁和你是真爱啊？你特么一个嫁人生娃了的婆娘，还想带着2个女儿跟我？别说门了，窗都没有。飞平，等我和孙德胜离了，不就恢复自由了吗？2个女娃我也可以不要，我还年轻，可以和你再生，我很能生的，你想生几个度？停，你别说了。这时周凤婷听的吵闹声也从堂屋走出来了。陈大哥，咋啦？这不小卖部那老板娘吗？这2夫妇好像和陈大哥不和，女的咋会晚上过来找他？凤婷，你来的正好。李翠花，这我媳妇，我告诉你啊，我对你毫无兴趣，你有多远滚多远，以后都别来找我。陈飞平，陈飞平，老娘好声好气的过来找你，给脸不要脸，以后你会后悔的。话没说完，陈飞平直接把院门关上并反锁了。周凤婷一头雾水，那个李翠花都嫁给孙德胜几年，还生了2娃，还以为我喜欢她，就一个自作多情的婆娘而已，不用管她。哦，陈大哥是个好男人，相貌堂堂，会挣钱，能干，还疼自己姐妹，对女人好。如果李翠花真和陈大哥过去真有什么瓜葛，最后却是放弃了这么好的男人，跟了那个孙德胜，那她实在是太蠢了。时间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有了那辆轻卡之后，陈飞平已经无需进集市收菌子了。每次大集9点开车来到集市外，想卖菌子的人都会在这里等着，双方都省事得很。进货仓提取了所有菌子，陈飞平发现乾坤界里的空间即将满了。该去省会出货了。第2天早上，陈飞平就踏上了前往省会的绿皮火车。到了省会，陈飞平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个仓库。火车站外就有很多仓库出租。陈飞平随后找到一个中介商人：“你们这里的仓库咋租啊？”老板，年租、月租、周租和日租都有，年租算下来比较划算，日租就得贵些，同时得看仓库大小多少平，您看看要租多大点，想怎么个租法？40平吧，日租租1天就行。老板，我们这里的日租仓库收费是每平5毛，火车站附近几乎都是统一的，你上哪问都一样。5毛1平，40平1天就20块了。说起来还是有点小贵的，毕竟只是个仓库而已，并非铺面。老板，我们还可以送您免费打2次室内电话的机会，但是每次不能超过2分钟，超时加收通话费用。先去仓库看一下吧。行，我让人带你过去吧。在闲置仓库里转了一圈，陈飞平挺满意。这些仓库附近几乎没人，这正合陈飞平之意。随即租了个40平出头的小仓库。陈飞平却不打算马上出货，而是找了一个酒店住了下来。登记入住之后，陈飞平立即拿起客房里的座机打起了电话。您好，这里是瑞丰商行，是杨老板吗？
陈飞平一下子就听出了对方的声音，正是上次来省会时在市集和自己谈买卖的青年，名字叫做杨鑫。我是陈飞平，上个月在自由市场卖菌子的人，请问杨老板还记得不？记得，我哪能忘了呢？朋友，你来省会了？对，我这边有一批货，生的干的加起来能有2吨多，差不多3吨吧。明天上午到省会，杨老板您那边还要不要？呀，当然要了。我说过，不管你有多少货，我这边照单全收。行，等明天货到了，你给我个电话，我马上就过去。陈老板，你有空不？有空的话，我请你吃个饭。可以，那我定好吃饭的地方，待会再打给你。就这个电话是吧？对，这是我住的酒店的客房号码。结束和陈飞平通话的杨鑫，马不停蹄地拨通了另一个号码。喂，表姐嘛，你们和风轩还有厢房不？有的话给我留个，我晚上得招呼一位外地过来的客人。陈飞平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这家餐厅，刚进门就有穿着素色旗袍的高挑服务员迎了过来。老板您好，请问有预约吗？凤舞9天。好的，老板，请跟我来。陈老板来了，快请坐。杨老板，看来您是个雅人啊。陈老板见笑了，雅人说不上，附庸风雅而已。陈老板，来一根不？不抽烟，谢了啊。杨鑫把烟收回，自己也没点。从这个细节，陈飞平就能看出，这个商行老板的情商待人接物明显很有一套。陈老板，要不咱们先点菜，你瞧瞧有啥喜欢吃的？杨老板，这里我不说，你点就行。我这人随便，啥口味都可以，不挑。行吧，那我就点几个他这里的招牌好了。杨鑫把旗袍服务员叫到身边，很快把几道菜点好。服务员离开后，包厢里的一位古装侍女则给2人各自倒了一杯香茗。她的工作就是负责在包厢招待客人。2位老板，请喝茶。菜还没上，陈老板，要不咱先听首曲儿也行。玉兰，给我们来首《春江花月夜》吧。是，承蒙老板亲言，望能入尊耳。也祝2位老板生意兴隆，弦弦相生，生生不息，财源像那春江之潮，夜夜长满金樽。玉兰，你这小嘴是当真越来越会说话了。城里人就是会玩啊，这调调换谁能不迷惑？这时门被推开，却是服务员过来上菜了。清炖蟹粉狮子头，淮扬名菜，开国第一宴啊！陈老板，识货啊？呵呵，还行吧。前世陈飞平好歹也是个小老板，经常需要招待客人的。为了迎合不同口味的客人，自己吃过的美食也不在少数，对淮扬菜也算略有了解。可接下来陈飞平的一段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了下巴。国宴以淮扬菜为主，一来总理是淮安人嘛，所以偏爱淮扬菜。2来，淮扬菜起源于周代，发展于隋唐，明清愈加繁荣，拥有悠长的历史背景。再加上自古江南文人雅士众多，人文内涵底蕴深厚，这种历史积淀使淮扬菜能在国宴中很好的承载和传递我国的饮食文化。再加上淮扬菜对于卖相颇为讲究，可登大雅之堂。当然了，就味道而言，淮扬菜口味清鲜平和，鲜甜适度，相较于川湘的无辣不欢，东北菜鲁菜的浓油赤酱，也更为适合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人群，尤其国际友人，所以也就成了国宴首选。说得很好。伴随着掌声，包厢外走进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杨鑫也没说过还有其他人一起吃饭啊。陈老板，给您介绍一下，这我表姐钟艳宁，和风轩就是她开的。表姐，这是陈飞平，陈老板。钟艳宁打量着陈飞平，细长的丹凤目中闪烁着诧异之色。杨鑫是他亲姑姑的儿子，两家关系密切。开了这家餐厅之后，杨鑫也很照顾他的生意。平时他有接待的时候，钟艳宁通常都会露个面，和客人打个招呼，然后到包厢门口就听到了陈飞平那番话。原本以为这个客人阅历丰富，会是中年人，却没想比自己想象的年轻得多。可明明只是个年轻人，却给人一种出奇成熟稳重的感觉，全然没有小毛头的青涩。陈老板你好，贸然过来打扰，希望陈老板别介意啊。没有，老板娘，听您的口音，似乎很像本地人，又好像不大像。陈老板，我父亲是本地，母亲是江南那边的，自小受到熏陶，后来又在江南那边念书，所以两边口音都多少沾点。原来如此。陈老板似乎对淮扬菜也挺了解的吗？略有所闻罢了。陈老板谦虚了，不知道能否听下你对于淮扬菜更多的高见。高见不敢当，随便聊几句浅见还是可以的。关于淮扬菜的食材，用4个字概括就是不时不食。淮扬菜对于食材品质要求极高，擅长利用当季新鲜食材，同时烹饪很少下重味调料，突出食材本身的鲜美，而不是用调料掩盖食材原味。陈老板说的没错，淮扬菜对于食材的要求确实很高，这点其实和粤菜有些相似。不过你认为和粤菜有什么不一样吗？
相较淮扬菜，粤菜选材更为广泛且猎奇。除了常见的海鲜和禽畜蔬菜之外，蛇鼠猫狗和山间野味也会上桌。那其他方面呢？和粤菜又有何异同？在口味上，两者都注重鲜美。然而淮扬菜还特讲究一个雅字。明清时代江淮盐商多嘛，那些有钱人受才子影响，变着法子弄各种高品质的美食，非但得好吃，还得造型美观，摆盘高雅，配色和谐，把美味和艺术结合在一起，体现高端的饮食文化。至于粤菜的话，对于食物的卖相也有一定要求，但没淮扬菜那么苛刻，反而对于食物的味道和多样性追求更为极致一些。清、鲜、爽、嫩、滑是粤菜的主要特点，讲究清而不淡，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特别在意火候的掌控。就拿粤菜10大经典名菜之一的白切鸡来说，正宗的白切鸡做出来，那鸡骨头是必须带有血丝的，如果骨头的血丝都没了，那就太老了，肉还带血的话，又不够熟。陈老板去过粤东？算是去过吧。算是去过。陈飞平继续吹着牛皮，一顿牛皮吹下来，两表姐弟都被唬得一愣一愣的，总觉此人就像百事通似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懂。原本钟艳宁打算过来打个招呼就走的，然而听陈飞平吹牛皮上瘾了，对这年轻人愈发感兴趣。陈老板，要不你先尝下我们这狮子头，凉了可就不好吃了，顺便给我一个中肯评价。对，这可是贺丰轩的招牌之一。此时陈飞平也饿了，便没和杨欣客气。汤鲜肉嫩，香味浓郁，口感软糯，松而不散，入口即化，狮子头的精髓都做出来了。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狮子头。感谢陈老板指点。说话间，第二道菜也上了，却是碟松鼠桂鱼，和狮子头同样位列国宴第一菜。陈老板，这松鼠桂鱼，你认为有什么说法不？首先，我比较庆幸不是西湖醋鱼。陈飞平话音刚落，何丰轩老板娘便失笑出声，整得一旁的杨欣和侍女满脸蒙圈。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们怎么不觉得？这女人也听得懂西湖醋鱼的梗啊。不过她这餐厅主打的是淮扬菜，应该会尝过这道杭帮菜里的经典。杨老板，你知道正宗的西湖醋鱼怎么做不？不知道。正宗的西湖醋鱼必须用临安本地的散养鱼，把鱼上锅，大鱼蒸上1刻钟，出锅倒上陈醋，然后……说到这里，陈飞平停了下来，卖了个关子。杨欣听得心痒痒的，以为最后那步才是最大的诀窍。然后呢？然后连盘带鱼一起扔进垃圾桶里就行。钟艳宁笑得花枝乱颤，完全没了仪态。陈飞平最后那句话的神转折，着实闪了他的小蛮腰。其他人 get 不到笑点，但他却能 get 到。陈老板，请放心，我永远不会让西湖醋鱼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陈老板，你是说这西湖醋鱼很难吃？其实只是外地人觉得难吃而已，因为本地人根本不吃啊。这西湖醋鱼我还是听说过的，既然它那么难吃，怎么临安那边还有那么多饭店在做？这就得归功于那些外地来临安旅游的游客了。他们来了临安，总会想着吃些本地特色嘛，然后就会点西湖醋鱼。吃过一次之后，发现这玩意出奇的难吃，可是这些酱种通常都不新鲜，认为只是自己去的这家饭店做的不正宗而已。于是他们选择去那些西湖边上最出名的饭店，比如楼外楼这样的地方再吃一次。然而很可惜，正宗的更难吃。这个时候他们终于信了，西湖醋鱼就是这个味道。其他来临安旅游的人也一样，所以这道菜永远都有人点，它不会在菜单上消失，就和京都的豆汁是同样的道理。钟艳宁有点尴尬，因为他就是这样的酱种，且还头铁的换了2个饭店吃了3回。原来是这样，那我更要去临安试上一试。不就一条鱼而已吗？我就不信真能难吃到这个地步。其实西湖醋鱼也曾是国宴菜式之一，只不过后来被撤掉了。你们知道原因不？这个话题再次勾起了表姐弟的好奇心。因为它太难吃。钟艳宁没有说话，她觉得陈飞平应该不会问那么简单的问题。这只是其一。86年的时候，大不列颠女王伊丽莎白2世首次访华，招待晚宴上就有西湖醋鱼。她吃了一口，发现里面有刺。根据大不列颠王室规矩，吃进嘴里的食物不能吐出来，否则会被视为不雅之举。尤其是在这样的大国外交的国宴场合，如此失礼的事，女王那是万万做不出来的。你们猜，大不列颠女王最后怎么着？怎么着？钟艳宁和杨欣听得入神，就连厢房里的侍女都不由得竖起了耳朵聆听。这大不列颠女王也是个狠人，她硬是把那根鱼刺用牙齿嚼碎，然后吞了下去。你们别说，这老太太牙口可真好。这回钟艳宁和房里的侍女都忍俊不禁笑出声来。陈老板，此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民间流传的，至于是否属实，谁也不敢肯定。但是听说后来国宴就不许上有刺的鱼了。这传闻我咋就没听说过呢？看来我的见识还真不如陈老板啊。钟艳宁原本打算露个脸就走，结果却是不知不觉待到整顿饭吃完了方才察觉。哎呀，对不起啊，陈老板，你瞧我进来打扰了你那么久。呵呵，没关系。结账的时候，钟艳宁悄悄地对杨欣问话：陈老板是哪里人啊？我也不知道，在自由市场上认识的。杨欣把自己如何在自由市场上发现陈飞平，双方做上买卖的事和表姐简单的说了一遍。钟艳宁听了之后觉得更奇怪了，
他应该年龄不大，我感觉最多也就20出头，然而好像啥都懂似的。就像万事通。不过这个陈老板挺有意思的。奇怪了，自己带过很多客人或朋友来和风轩吃饭，平时钟表姐也就冒个头就走了，可是今晚她却破例在厢房作陪到晚饭结束，且还对这个男人很感兴趣的样子。饭后居然破天荒主动询问对方情况，表姐说陈老板挺有意思，这算几个意思啊？我不会一不小心认识了表姐夫吧？第二天，陈飞平从酒店睡醒，吃过早餐便来到日租仓库，给杨欣打了个电话，让他过来接货。1个小时后，来了辆改装过的货车，杨欣从副驾驶跳下。陈老板，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没事，我也就刚到一会。陈飞平打开仓库门，菌子已经提取出来了，把40平的日租仓库地面堆得满满的。杨欣看到那么多的菌子，眼睛就发亮了。陈老板，我随便看一下可以吧？当然，杨老板，你随便看。杨欣先是看了下生菌子，随便拿出几朵瞧了眼，便吃惊不已。这菌子相当新鲜呐，陈老板，你这保鲜运输是做的真心不错。呵呵，还行吧。陈老板，你这菌子品质上佳，这样吧，在原先谈好的市场价的基础上，我再多给你10%。杨老板，那就谢了啊。菌子上秤结算，总共62500多块。陈飞平收来的时候花了18000，能赚到3倍的成本。杨欣还多给了1%，相当于额外赚了几千。外边不远有个银行，杨欣便和陈飞平过去，直接把钱打到了他的账户上，几万块的交易就完成了。陈老板，合作愉快，今天我就没空了。如果您在省会多留几天的话，那咱抽个空在一起吃饭。不用了，杨老板，感谢您昨晚的招待，我也得尽快赶回去呢。好，既然这样，那下次再见。告别杨欣后，陈飞平立马踏上了回家的列车。到家已经是晚上了，陈飞平回到房里，就见到穿着半身裙、背对自己用毛巾擦着座椅的周凤婷。嘿嘿，给凤婷一个惊喜吧。陈飞平悄咪咪地走了过去，猛地从后边抱住对方。凤娇，是你啊？陈大哥，是我。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不知道是你。凤娇，你怎么穿着你姐的衣服啊？陈大哥，对不起，我觉得这裙子蛮好看的，就和姐换着穿。凤娇，这不是你的错，要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其实我和你姐最近正在谈恋爱，刚从省会回来，就想着给她一个惊喜，没想到会是你。陈大哥，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言罢，女孩便低着头，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回到房间的周凤娇呆呆坐在炕上，思绪起伏，心乱如麻。大小姐姐就比我成熟能干，陈大哥自然会更喜欢姐姐。更何况，按照规矩，也是姐姐先嫁，我应该为她感到高兴，也为我自己感到高兴才对。姐姐嫁给了陈大哥，这里才能真正算是我俩的家。以后我和姐姐也有了安身之地。我真笨，早就应该看出来的。姐姐一定是生怕伤害了我，才一直没有把和陈大哥的事告诉我。陈大哥早晚会是我姐夫，我再也不能和他那么亲近了。晚饭过后，周凤婷趁着妹妹洗澡来到陈飞平房里。凤婷，我们的事凤娇已经知道了。什么？陈大哥，你不是说过咱们的事等新房子准备盖好才告诉凤娇吗？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但是出了点意外。陈飞平当下把刚才认错人的事告诉了周凤婷。周凤婷听后有点蒙圈。陈大哥，对不起啊，是我考虑不周，我就应该料到你今天可能回家，亲自去你房间打扫的。如果没和凤娇换裙子的话，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嗨，不关你的事，早点知道就知道吧，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你也和凤娇说说。行，陈大哥，我明白了。周凤娇刚洗澡完进房，周凤婷后脚就跟着进来了。凤娇，我想和你聊几句，我和陈大哥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了，姐。其实姐该早些和你说的，请你别怪陈大哥，他也是无心的。姐，我没有怪陈大哥的意思。那就行。姐，你能嫁给陈大哥，其实我高兴得很。我们相依为命那么久，还差点被叔叔婶婶卖给村里的聋子和瘸子，好在认识了陈大哥。等你和他成了亲，我们就能在这里安家，不用到处漂泊了。姐，你和陈大哥很般配，你们一定会幸福的。谢谢，凤娇，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姐，你谢啥呀？我们是姐妹吗？第二天早上，陈飞平刚从梦中醒来，便听到了久违的系统提示。赤练山脚底下蹲着条巨型蛇妖，身长超过300米，浑身黑红黑红的，在山沟里盘踞了上百年。这玩意儿速度快得像闪电，一呼吃气就变成毒物，搞得整片山野臭气熏天，草木全枯黄，溪流变毒汤，方圆100里活物都快死绝了。这个蛇妖修炼成精后越来越变态，最近直接发疯下山祸害人，这会儿又朝着你所在的村子爬过来了。你的任务：1. 在蛇妖的攻击中活下来；2. 弹死这条变态大长虫；3. 保住你的村子别被团灭。系统走完剧情，陈飞平哑然失笑。
最近2次的任务都有些特别啊，上次打杰瑞，这次则是灭毒蛇，都和猛兽无关。但是千万不能小看这种任务的奖励，上次打到那只超级杰瑞，拿到的钱反而是最为可观的。不知道这条毒蛇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奖励？既然来活了，那就开干！